田英华狂轰300拳，直接把日本拳王打成猪头，在东京客场扬我国威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来到于峰的格斗频道。今天这一中日大战相当精彩，这次的赛事为中日对抗赛，中日双方各派出6名选手参战，通过1对1的方式决出胜负，最终胜场高的一方获胜。而这次出战的中国选手都是知名的猛将，首先是王俊光大战李坚佑乙，拿下中国队的首胜。接着是运奇对阵佐野天马，可惜没能 KO 对手，被拖到加时赛后以点数判定告负。接着是邓泽奇 PK 刘辉野，即便已经使出全力，但邓泽奇还是非常可惜的被对手 KO。就是在这样的局面下，铁英华主动要求出战，中国战队此时1-2落后日本战队。如果再输一局，那么中国战队的压力将会非常巨大。顶着这么大的压力出战第4场比赛，足以看出铁英华的责任感。这场比赛他的对手是日本顶级高手杜布泰基。杜布泰基是日本搏击的王者，在整个亚洲格斗界都是数1数2的存在，实力绝对不容小觑。杜布泰基在赛前更是声称会将铁英华当成狗一样打，打断狗腿是他这场比赛要做的事情。同时比赛的支持率也是一边倒，有89%的日本观众认为杜布泰基会赢下这场比赛。那么铁英华在顶着如此压力的情况下会打出什么样的发挥呢？比赛开始前，麻烦您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，支持下铁英华吧。咱们的比赛正式开战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第一回合正式开打。来看一下，铁英华是红色拳套，蓝色拳套为日本选手杜布泰基。铁英华现在开局拉开了距离，并没有贸然进攻，先行试探。前手拳，拉开距离。日本选手中扫，再接一腿，将对手甩到勒绳上。霸气一招，可以看到日本选手的眼神露着凶狠，他在赛前的嚣张言语也是惹怒了铁英华，惹怒了中国观众。铁英华呢是一个非常内敛的选手他很多情绪不会直接的表达出来，但是会用行动告诉你我不是好惹的。从这一波的连招能看出来，铁英华现在打的进入状态了。开局先行试探，在回合的中段就开始自己的进攻，他的思路非常清晰。跳过来一拳，铁英华拉开距离，前手命中，挡住对手一腿，前手拳再打到对手下巴，非常漂亮。中扫踢，哎呦，这边吃到了一记高扫，要小心。防御，慢慢拉开距离，要小心对手的腿法。虽然说对手是一个非常可恶的日本人，但是面对可恶的选手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多加小心。正是因为他们非常阴险，我们才要更加的专注去对抗他们。这边的低扫非常漂亮，直接扫倒，这对于我们的气势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。漂亮，这波正蹬腿是直接踢到了他的脸上。打日本人就得打脸。对手正蹬，向铁英华袭来。铁英华一边打一边向后撤，拉开距离，保持安全距离，低扫再次踢倒，漂亮。最后的1分钟，左手拳，铁英华高扫，准备起腿，向后拉扯，铁英华慢慢向后拉扯，非常小心。我们可以看到铁英华的步伐非常灵动，保持这样的安全意识，在应对对手的时候肯定能够占据优势。多加小心，不要因为自己刚拿了点优势就得意忘形，这也是中国选手的特点，非常好。前手拳将对手打开，最后的15秒，铁英华一定要稳住。后手拳补上去，左手再跟，再加中扫踢，将对手怼在边角，不断轰炸。杜布泰基想要还击，铁英华重拳挥上，左勾拳，右勾拳，防住。那这样哨声敲响，第一回合暂告一段落。而且我们从这个杜布泰基的眼神中看到了些许的仇恨，他很不服铁英华这一回合的表现，而且在回合的末尾还挥手让自己现场的日本观众叫得再大声一点，很嚣张。那第2回合正式开打，铁英华正面的硬刚，比起第一回合，铁英华这一回合打得更加主动。高扫踢，
前手拳，漂亮！对手跳过来的瞬间，右手拳跟上，一拳狠狠地命中了日本的脸。俗话说啊，打人不打脸，但是打日本人的时候，哈哈，那就得专打脸。什么原因啊？不用我多说了。田华防住对手一腿，接住一腿，右手拳，左勾拳，配合连续打上。这边又是一个前手拳命中。正蹬，田华要拉开距离，要小心对手的腿法。近身的一个缠斗，这边可以看到田华捂了一下自己的眼睛，对手啊是打到了自己的眼睛，这个打法是不被允许的。我们在比赛中啊是可以击打眼睛眉骨和眼睛周围部分的，但是如果说你照着眼球打的话，那是绝对不被允许的。而且这个日本人的眼神还透露着凶狠啊，他很不服气，他觉得他这样做是正确的，仗着自己在日本主场啊，可以和这些裁判进行一个串通。可以看到啊，日本裁判在这儿跟他沟通呢，表面上是在沟通啊，但实际上一点事儿没有，这只是假模假样的在这儿讲解规则。那这样比赛继续，田华带着自己的伤势回到赛场，眼睛受创，那这样视线受阻，要更加小心。对手开局连续的高扫，拉开距离非常好，田华距离把控的非常完美。接下来就要看他的拳法对拼了，低扫拼腿，向前，漂亮，右手拳直接命中，打完立马拉开距离，田华打得非常理性。我们拿到了优势，立马拉开，不要给对手找到机会。漂亮，日本选手想要来一波连击，田华立马开展环拳，连环2拳，现场观众也是沸腾了。飞膝，漂亮，左手拳再加高扫踢，拳腿配合，将对手堵在边角轰炸。田华的打法慢慢呈现了出来。田华在国内比赛的时候就是讲究的一个扛揍，而且啊打法非常快速迅猛。漂亮，大摆拳，再加膝顶，右手重拳，左手重拳，漂亮，左勾拳，连续的击打，再躲过对手的直拳，高扫踢，向后拉开距离，要小心一点。最后的35秒，日本人要开展最后的反攻，他想在这一回合的末尾多拿一些优势。田华一定要小心一点。两人现在不断的进行缠斗，右手拳命中，左手拳，左右手配合再加上勾拳，堵在边角。最后20秒，田华还在努力。裁判叫停比赛，将两人拉开。回到擂台中心，对手想要飞膝，田华顶住，漂亮，连续的击打让对手失去了重心。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杜布泰基脸上已经失去了刚才的嚣张了，脸马上就要被打成猪头了。漂亮，哨声敲响，第2回合暂告一段落，接下来要开始第3回合了。田华过来主动拥抱，在耳边说一句：“你小子还挺抗揍。”下一回合就没那么简单了啊！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友好的互动，但其实啊，暗藏玄机啊。那第3回合开始，田华低扫，接住对手一腿，右手重拳轰上，再轰。田华的右手拳非常的犀利，漂亮，不断打到对手面部，再打，勾拳不断轰炸，对着对手打。杜布泰基正蹬，漂亮，正蹬的瞬间左手拳命中。田华抓机会的能力非常强，越打越开心。我们可以看到田华甚至还笑了一下，他进入了自己的状态，这就是真正的最高境界。田华膝顶起膝，现场的日本粉丝啊一直在给杜布泰基加油，声音是很大，但是一会儿你们就笑不出来了。拼腿，拼腿我们也不虚，还要膝顶。田华扛着对手的重拳就要往前打，攻势非常猛，膝顶顶到对手头部，漂亮，连续的顶膝，再加前后手，打到对手直接踉跄倒地。倒地之后赶忙爬起，他很怕比赛结束。杜布泰基知道这场比赛自己不能输，他在赛前放下那些嚣张言语，如果输了
那太丢人了。不单单是他自己接受不了，他的教练团队、他的粉丝也接受不了。没有人能够在赛前如此嚣张，还能全身而退的。田华继续去打，我们可以听到现场的日本粉丝在这儿大喊杜布泰基的名字，真的是太吵了。田华堵在边角，不断的击负，追打。杜布泰基的出拳已经没有力气了，田华差一点有个固定膝顶，但是固定膝顶是违反规则的啊，还好没打出来，没有给到日本人讲究的机会。田华左手拳膝顶到头部，右手重拳打到眉骨，裁判叫停比赛。那最后40秒，裁判叫停比赛是给日本选手一个喘息的机会，这是一种主场的特权，这个咱们都懂。田华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体力了，但是依靠着自己选手的意志还在支撑。最后的30秒，两人互拼重拳。最后30秒，田华前手拳漂亮，右手重拳命中，再打，左右手连续的击中，再加高扫踢，勾拳、摆拳、高扫、鞭腿全部用上。田华在最后的10秒里用尽自己全部的力气，也要把这个嚣张的日本人打得踉跄倒地，追打，让这个嚣张的日本人知道狂的代价。好的，那这样哨声敲响，日本人来到边角，他不敢抬头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左眼眉骨已经是被彻底打出鲜血了。日本官方转镜头转得很快，生怕让我们看到杜布泰基受伤的样子啊，这么小心，不愧是日本官方。那么让我们来看看最终的胜者究竟是谁。其实这场比赛的悬念并不大，3个回合田华都是占据优势的。那目前裁判说第一回合田华获胜。来看一下第二回合，好像是被判定为平局了。那么第3回合则是由田华拿下，以2-1的大比分拿下对手，获得胜利。视频的最后，让我们来看看杜布泰基最后受伤的样子。